最近游戏霍格华兹的传承掀起了热潮，不过这款游戏也因为哈利波特原著作者 J.K. 罗琳个人的争议而遭到了一些网友的抵制。到底这些网友为什么要抵制罗琳？那抵制真的有用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抵制 J.K. 罗琳争议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为背景的游戏《霍格华兹的传承》正式发售，并很快就创下了销售佳绩。但同时也有一些网友因为哈利波特原著作者 J.K. 罗琳关系而呼吁大家抵制这款游戏，甚至呢，也有的游戏论坛还因此直接禁止版友讨论这款游戏。其实早在几年前 ，J.K. 罗琳就因为在推特上面的争议言论而遭到抵制。当时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当中，饰演哈利啊、妙丽还有荣恩的演员，还有很多名人都公开表示反对罗琳的言论。此外，也还有一些公司的团体纷纷跟罗琳切割，甚至是在宣传哈利波特相关产品的时候，直接神隐罗琳，让 J.K. 罗琳仿佛在自己创造的魔法世界当中，成为了那个不能说出名字的人。到底 J.K. 罗琳是说了什么？怎么会被抵制成这个样子？那这些抵制的手段真的有用吗？有没有什么争议呢？在开始之前，按照惯例先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想要培养小朋友日常生活的能力吗？考虑看看盲狗狗吧。盲狗狗是由简讯设计推出的生活教育绘本，从日常情境培养孩子逻辑思考能力，包含认识身体的界限、挫折、情绪等等的生活观念，还有家长最在意的刷牙、吃蔬菜等等的习惯培养。另外，深受家长好评、小朋友也热爱的这个寻宝游戏本，在台湾场景当中观察细节，又能够练习长时间的专注。盲狗狗的故事好玩不说教，没有刻板的印象，热销超过2万本，是最符合现代家长教育理念的绘本。现在13本全套组合呢，有现省超过2000的超划算优惠，输入志祺77专属折扣码还能够再打9折。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官网看看吧。从穷困的单亲妈妈到当今世上最知名的小说家之一 ，J.K. 罗琳是许多人心中的励志代表。而在他的人生故事之外 ，J.K. 罗琳过去也被视为是性别观念进步的代表。这不仅是因为他笔下的角色无论是什么性别或性倾向，都有着不流于刻板的立体形象，也因为在故事之外 ，J.K. 罗琳本人呢，也时常在推特上面发声，捍卫女性跟同志的权利。比如在书迷质疑邓布利多为什么是同志看不出来的时候，罗琳就曾经回复说，这或许是因为同志看起来就跟正常人无异啊。而在遇到有网友发表厌女言论的时候呢，他也都会呛辣的反驳回去。那过去罗琳这些犀利的言论获得了许多网友的好评，也树立了他性别观念进步的鲜明形象。但最近几年有不少人因为他在跨性别族群议题上面的观点，批评他性别观念退步，甚至有歧视跨性别者的嫌疑。2020年 ，J.K. 罗琳在推特上面转发了一则文章并质疑那篇文章标题使用有月经的人取代女人的做法。他的推文当中写说，有月经的人，我很确定本来有个词可以用来形容这样子的人，有人能帮我想想吗？是旅人、女伦还是旅能？这条推文一出呢，就立刻引发了 LGBTQ 社群的强烈反弹，认为他的意思是没有月经的跨性别女性就不是女人。那罗琳后来就解释说，他确实反对把跨性别女性跟生理女性混为一谈，因为他认为用自我认同取代生理性别的概念会助长对于生理女性的暴力。他表示，生理女性长期以来呢就遭受到了结构性的暴力跟压迫。那如果否定了生理性别的概念，就会让他们没有办法讨论自己的遭遇，进而检讨和改善这样子的现象。但罗琳的这番解释引来了更多的网友还有性别研究学者的反驳。反驳罗琳的意见，强调跨性别女性就是女人，因为呢，跨性别者是长期并且真实存在的，只是一直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导致他们如果不设法隐藏自己的性别认同，就会受到很严重的排斥、歧视，甚至是暴力对待。所以他们认为用自我认同而不是生理性别来划分男性跟女性，是社会应该给予跨性别者最基本的人性尊严，也是保障他们不再受到压迫的方式。那他们也批评像罗琳这样子坚守传统观念，把对性别的理解简化为身体，就是在歧视跨性别者，有让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的艰难，甚至导致更多歧视与暴力。因此，有人就开始呼吁要以实际行动来抵制罗琳。
在罗琳的恐跨争议爆发之后呢，就有一些跨性别议题的倡议者呼吁全面抵制罗琳，包含拒绝支持任何与罗琳相关的东西，或者是呢会让他从中获益的商品，像是拒买他的著作跟其他衍生的 IP 商品，包含开头提到的霍格华兹传承。游戏论坛 Reset Era 就表示以任何形式支持这个游戏，就是支持罗琳对于跨性别者的论点，所以明文禁止任何人在板上讨论霍格华兹的传承，甚至就连一些哈利波特的粉丝社群跟演员也加入了抵制的行列，但他们多半是采取另外一种做法，不是呼吁全面抵制，而是把哈利波特跟罗琳切割开来。像是原本跟罗琳有很多互动的哈利波特粉丝网站破釜酒吧和麻瓜网呢，就曾经发表联合声明说，未来会继续分享哈利波特的相关消息，但不会再提到 J.K. 罗琳的个人资讯或使用他的照片。还有饰演哈利的丹尼尔·雷德·克里夫也有发表公开信严正反驳罗琳的言论，但同时表示希望人们不会因此就完全否定这个故事带来的价值。那除了演员跟粉丝之外还有一些跟罗琳有利益关系的商业活动跟公司也加入了这一波抵制浪潮。随着罗琳的争议不断许多跟哈利波特有关的公司商业活动也纷纷开始切割罗琳。比如因为哈利波特而出现的真人版魁地奇联赛组织，就在去年宣布把魁地奇改名为4球，来划清跟罗琳的界限。而哈利波特系列电影跟相关产品的发行商华纳兄弟，虽然看似冷处理整起争议，但在去年的电影《怪兽与邓布利多的秘密》的预告片当中，也默默的把 J.K. 罗琳名字缩小到几乎看不见。还有在这次霍格华兹传承遭到抵制之后呢，华纳也急忙的跳出来声明 J.K. 罗琳没有参与这个游戏的创作。而哈利波特系列官方 Discord 的管理员呢，更是表示他们打算把 J.K. 罗琳设为禁词，以免这些争议让粉丝们无法正常的讨论作品本身。那有人就认为这些公司切割罗琳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社会氛围跟以前很不同了，过去的企业多半不太会明确的表达对于社会议题的立场，但如今网络舆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各大企业都得积极的经营进步形象，才能够保全自己的商誉跟利益。尤其在这起争议当中，反正赚头是在哈利波特而不是罗琳身上，所以跟罗琳保持距离反而是一种保护作品继续赚钱的方式。而这种做法呢，也使得罗琳仿佛在他自己创造的魔法世界当中，成为了那个不能说出名字的人。不过在这样子的抵制潮之下，罗琳的收入或是影响力真的有被改变吗？从罗琳的收入来看呢，种种对于罗琳的抵制虽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但似乎没有造成太大的效果。因为在2019年罗琳爆发争议以来他的著作和相关 IP 产品等等的销售状况几乎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比如罗琳在去年发行的新书 The Ink Black Heart 呢，就在发行的首周就冲上了英国图书销量的榜首。还有去年上映的电影《怪兽与邓布利多的秘密》，虽然在疫情等等的因素之下，票房不像其他同系列电影那么亮眼，但上映时呢，还是稳坐全球多国的票房冠军。那以最近的例子来说，霍格华兹的传承发行之后，不仅在玩家间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全球销量更在发售短短的2周内突破了1200万份，总销售金额高达了8.5亿美元。此外，在社会影响力上面，无论是罗琳的著作或是他本人，也还是有着难以撼动的地位。哈利波特依然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粉丝群依然庞大，而罗琳的推特账号从争议爆发至今，追踪数也一直维持在1400万以上，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就抵制罗琳的网络声量跟实际的效果看来，这波抵制潮很可能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在各大论坛的讨论当中，就有很多的网友都表示他们根本不会去抵制罗琳。而这些人之中呢，有不少人其实并不完全认同罗琳对于跨性别者的观点，但他们之所以不抵制罗琳，多半都是认为这件事情并没有严重到要动用抵制这么激烈的手段，甚至呢把电影游戏的制作团队都牵连下水。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呢只是大家意见不合而已，那大家可以互相讨论嘛。而且作品是无辜的，跟罗琳的个人观点没有关系，应该要让作者归作者，作品归作品。所以就算是反对罗琳的观点也可以继续喜欢哈利波特。而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呢，抵制运动其实还帮了 J.K. 罗琳一把，也就是变成了一种负面行销。像是这一次抵制游戏的事情呢，就获得了大量的媒体报道，等于是帮这款游戏做了一波免费宣传。那除了不参与抵制的人之外呢，也有不少人是直接反对抵制罗琳这个行为，认为这样做呢会造成其他的问题。
许多反对抵制罗琳的认为这种抵制呢是在侵害言论自由。很多网友表示，每个人本来就会有不同的观点，那无论你是否认同罗琳的言论，都应该要尊重他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不是用抵制来阻止他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在罗琳言上不久之后，包含像史蒂芬金、玛格丽特·艾德伍特，还有罗琳本人在内呢，一共150位学者跟作家也曾经联署发表一封公开信，虽然没有明确提到罗琳的事但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们认为现在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偏激，人们呢不太能够包容跟自己相左的意见，所以看到有人的观点跟自己不同时呢，往往就会把复杂的议题简化为单纯的道德问题，然后运用网络串联，要求迅速严厉的惩罚，甚至呢是实施网络暴力，导致整个舆论场域变成一言堂，让各种意见无法交流，复杂的议题也无法进行有效的讨论。那针对这样子的说法呢，支持抵制罗琳的意见就强调，言论自由不代表可以出口伤人，更不代表人们不用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他们认为罗琳的这些言论会强化对于跨性别者的污名，带给他们实质的伤害，已经不是一句言论自由就能算了的事情。尤其罗琳是一位握有极高话语权的公众人物，那对于跨性别者这样子的少数弱势来说，要对抗像是罗琳这样子的强权，就不得不采取比较激进的手段。所以他们必须要透过抵制来要求罗琳为他的言论负责，并且尽可能的降低这些言论的影响力。毕竟，如果不大力的发起抵制运动，大家会听到的很可能只有罗琳的言论，而跨性别者的声音可能就很难被听见了。之前我们有做过一支 shorts 讲霍格华兹的传承被抵制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到很多的留言说，他们自己其实很支持跨性别者争取自己的权益，但是不太认同这个议题的倡议手段，觉得太激进了，会让人有点反感。有人觉得说呢，这样会造成反效果，让人对于跨性别族群有更不好的形象，也会让人呢更无法理解他们抵制罗琳背后的目的，也会更排斥去聆听跨性别族群的声音。但是既然跨性别议题的倡议者抵制罗琳这么久了，应该也有意识到他们这些倡议的手段会有这样子的风险，那他们又为什么要继续采取这种手段呢？我们的猜测是这可能是因为跨性别是一个比较小众又比较复杂的议题，可能还是有很多人连跨性别是什么都搞不太清楚，更别说要去理解跨性别者在社会上面会遭遇到的困境了。所以或许抵制 J.K. 罗琳可能是他们推广这个议题的方式，而光靠罗琳的知名度可能还不足以让议题得到很大的曝光，所以他们会选择采取比较激烈的行动，借由激起对立来获得声量，让这个议题被更多人看到吧。好的，那最后呢，想来问大家你认同抵制罗琳的做法吗？ A 反对，我觉得他只是表达意见，又没有做错事情，没有道理要被惩罚。B 认同，我觉得他的言论呢会造成伤害，应该要立刻制止。C 不认同也不反对只是觉得抵制没有什么意义。D 其他请留言分享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放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J.K. 罗琳为什么被抵制。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取消文化以及跨性别议题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